第二种摸骨的宿主线索就在这个美女身上。虽然听起来有些玄乎，但陈塘乃是来自陈氏家族，小的时候换血这样的事情都经历过，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某些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陈塘还在发愣，王成满脸欣喜的快步朝陈塘走过来。陈塘兄弟，今天你一定要帮个忙啊！之前在楼下我们已经见过你神乎其神的医术了，算是老哥请求你过去帮穆老爷子看一眼。王成双手紧紧抓住陈塘的手臂，一脸哀求，脸上的情绪没有任何做作。王成是真心请求陈塘，一个方面自然是因为穆老爷子是人民医院的病人，这是上面特别交代的，要尽一切力量治好穆老爷子。穆老爷子位高权重，坐镇西南多年，跺跺脚西南都会抖三抖啊。而另外一个方面，穆老爷子本身为人正直，为国杀敌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王成也是真心希望穆老爷子醒来。陈塘眼睛扫了美女一眼，淡淡的道：王院长，这个我就不献丑了吧，刚才不过是碰巧话了，你们那么多人都没办法，我怕是也不行啊。别着急拒绝啊，陈塘兄弟。王成放低了声音，悄悄在陈塘耳边道：陈塘兄弟，你可能不知道穆老爷子在西南地区的影响，这么说吧，若是你能治好穆老爷子，让穆家欠你一个人情，在西南8省你横着走都没事。王成话语顿了顿，看着陈塘震惊的眼神，继续对陈塘眨了眨眼。况且刚才穆小姐也说了，若是能治好他爷爷，他心甘情愿做你女人啊，白捡一个美女何乐而不为。陈塘兄弟可是正当年啊，到了我这个年纪可就有心无力哦。蛊惑，这是赤果果的蛊惑。陈塘嘴角一抽，对于女人陈塘并没有多少兴趣。陈塘作为顶级家族的少爷，零花钱就是500亿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不行。不过陈塘比较感兴趣的是穆家的能量，能撼动整个西南。虽然陈氏家族是地球最强家族，但毕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面面俱到。再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，若是陈塘能和穆家交好倒也不错，毕竟家族力量陈塘现在基本没有真正掌控。若是在家族之外，陈塘能有一股属于自己的力量，那么将来接手家族的时候，或许就多了更多的筹码。想到这里，陈塘点点头，既然王院长这么说，那我就过去看看，不过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治好。见陈塘答应了，王院长高兴得满脸堆笑，脸上都快笑出花来了。好好好，陈先生这边走。穆小姐，穆老爷子的病有希望了。陈塘兄弟可是妙手神医啊。王成还在兴奋地给穆雨桐介绍，但穆雨桐却是一脸鄙视。王院长，您没开玩笑吧？就他给我爷爷治病，这不是 KTV 服务员的服装吗？王院长，您找人演戏也找个专业点的呀。很显然，穆雨桐不太相信陈塘可以治好他爷爷。王成一听穆雨桐的话，连忙打断道：穆小姐，不可以貌取人。陈塘兄弟虽然不是医生，但他的医术我们这里怕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赶上啊。走吧，先给老爷子看看再说。对了，穆小姐，刚才你对老头子说的那番话还有效吗？穆雨桐一愣，看了王成一眼，顿时明白了，原来这小子是惦记自己的身体了，想浑水摸鱼。有效，随时有效，只要能治好我爷爷，就算是乞丐，我穆雨桐照样嫁给他，绝不反悔。穆雨桐看陈塘的眼神更加多了几分鄙视。不过若是某些人想要浑水摸鱼，耽误了我爷爷治病，本小姐饶不了他。穆雨桐接二连三地鄙视陈塘，陈塘就算再能忍，也有些受不了。穆小姐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穆小姐明确告诉你，我对你不感兴趣，你的太小了。说话的同时，陈塘肆无忌惮地在穆雨桐胸前扫了一眼。什么意思啊？自然是昭然若揭。穆雨桐顺着陈塘的眼神看了一眼，顿时气得身体一颤。混蛋，登徒子，你眼睛往哪里看？信不信老娘打残你喂狗？
眼看穆雨桐就要发飙，从走廊另外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急匆匆朝这边走来，远远看见穆雨桐，连忙开口呵斥道：小美，你又在胡闹什么？青年快步走过来之后，忙不迭地对王成和陈塘鞠躬道歉道：不好意思啊，王院长，我这妹妹太任性了，也是担心爷爷的病情，所以有什么冒犯的地方，还请两人原谅。青宁双手合十，一脸谦恭的样子，一看就是八面玲珑的之人。王成悄悄给陈塘介绍道：这位是穆雨桐小姐的哥哥穆飞宇，掌管着西南地区诸多地下产业，手段惊人。陈塘心中暗暗点点头，这个穆飞宇的确像是能做事儿的样子，在穆家第3代中应该算是佼佼者了。这个时候陈塘倒是识趣的没开口，将话语权交给了王成。王成连忙微笑开口道：穆先生客气啦，穆小姐的心情我们能理解。是这样的，我今天遇到了一位神医，想推荐陈塘兄弟给老爷子看看，但穆小姐似乎不太同意。穆飞宇听到王成开口推荐陈塘，眼神中闪过一抹震惊，忙不迭地上前2步，伸出双手和陈塘握了一下。陈先生，对不起啊，小妹不懂事，快这边请。无论陈先生能否看好我爷爷，飞宇都感激不尽，快请。穆雨桐还想开口，穆飞宇狠狠瞪了穆雨桐一眼。穆雨桐一点气愤，但却也只能跟着陈塘。穆飞宇快步朝走廊尽头的特护病房走去，进入房间，房间里围着一大群人，有中年男子，有妇女，在床边5、6个白大褂在给一个老爷检查身体，而在老爷子肌肤表面上零散分布着米粒大小的一颗颗黑色的斑点，而以那些斑点为中心，周围目光可见的微弱血脉都开始变得漆黑一片。看到如此情况，陈塘快步上前，伸手抓住老爷子的脉搏，感受了一下，顿时脸色大变，借尸阳骨，好歹毒。借尸阳骨。陈塘的声音不大，但站在陈塘身边的穆飞宇和另外一个中年男子却听得清清楚楚。那中年男子脸色不由一阵大变，一脸凝重地对房间里几个迷彩服保镖呵斥道：来人，让大家都到外面去等着。眨眼间，整个病房里便被清场。其中一个戴着口罩的白大褂医生离开房间的时候，深深看了陈塘一眼。病房里最后只剩下了王院长、穆飞宇、穆雨桐，还有那个中年男子。除了陈塘和王院长之外，剩下都是穆家最核心的成员。那中年男子上前2步，恭敬地对陈塘道：陈先生，您说我父亲身体里是蛊虫，您能治吗？陈塘松开老爷子的手腕，抬头看了中年男子一眼。穆飞宇连忙开口介绍道：陈先生，这位是我父亲穆天红，家里做点小生意。小生意？陈塘心头微微一笑。穆先生，您说的没错，老爷子体内的确是蛊虫，而且治疗我倒是能治。陈塘话只说了一半，但穆飞宇和穆天红、穆雨桐3人都是脸色巨变，穆天红声音都在微微颤抖。太好了，陈先生，你有什么条件您尽管说，不管任何事情，只要我穆家能做到，一定竭尽全力。穆家老爷子对穆家来说简直太重要而来。穆氏家族虽然坐镇西南几10年了，穆家第2代弟子也在迅速培养，可到目前为止，穆家第2代中还没达到穆老爷子这个高度。若是穆家老爷子一过世，那么穆家的影响力必将全面下降。所以穆天红发愁担忧，为了父亲的病，这半年都瘦了几10斤。陈塘看了旁边的穆雨桐一眼，今天出手最重要的就是冲着穆雨桐来的。但穆雨桐却误会了陈塘的意思，冷哼一声道：看什么看，若是你能救好我爷爷，我刚才说的话绝对算数。陈塘嘴角邪魅一笑，算了，先别聊这些，还是先给老爷子治病吧。对了，飞宇兄，我要麻烦你做一件事。陈塘转身有些严肃地对穆飞宇道：陈先生，您说需要我做什么？穆飞宇虽然混迹社会只有10多年，但平时穆飞宇接触的人员众多，
看人的眼光从来不会错。虽然只是和陈塘接触只有几分钟，穆飞宇却感觉得到陈塘这个人不简单。陈塘虽然表面上是 KTV 的一个服务生，但只怕来头绝对不会小。陈塘眼神朝病房内间的门口扫了一眼，麻烦你派人将刚才在场的所有人都控制住，在我完成治疗前，一个都不准离开。这非常重要，关系到老爷子的性命，明白吗？陈塘的话语说得很重，穆飞宇和穆天红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眼神中均是闪过一抹沉重。父子俩都是成精的人，陈塘的话中释放了什么信息，他们一点就通。陈塘这是说，在现场的这些人中间有内奸，父亲的病症是自己人动了手脚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穆飞宇点点头，一边打电话一边打开房门出去。房间里，陈塘再次检查了一下老爷子的身体之后，对，王成道，王院长这里也没其他人了，就麻烦您帮忙打打下手。王成联盟道，乐意之极。陈塘点点头，直接开始命令准备一个干净的盆子，里面装小半盆高浓度盐水，准备银针给我，还有手术刀。一连串的命令让王成都有些手忙脚乱，不过王成毕竟是专业的，倒也还算从容。一切准备工作做好，陈塘站在床边深呼吸了一口气，手里的银针飞速闪动，迅速朝着穆老爷子的身上扎去。百会凤池、膻中、少阳，这一次鬼谷13针，总共13针，一一7试。陈塘没有任何保留，全部施展了出来，伴随着气劲在针尖流转，穆老爷子全身108处穴位上全部扎满了银针，看起来像是刺猬一样。穆天红在一旁紧张地看着陈塘的动作，眼神中闪烁着希冀。而旁边的穆雨桐最开始看陈塘装模作样的挥舞银针，眼神中有些鄙视的以为陈塘只是在装样子罢了，但越到后面看见陈塘认真的样子，还有对全身各处穴位的控制，陈塘基本不用看便能准确刺中穴位，穆雨桐不由开始震惊起来。爷爷一直惨白的脸色此刻居然开始平稳起来。旁边检测的仪器上，血压恢复正常，脉搏恢复正常，爷爷的手脚甚至都开始在微微动弹。这一次穆雨桐彻底震惊了，瞳孔张开的老大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陈塘。原来这个穿着服务员的陈塘居然真的有2把刷子！13针全部施展完毕，陈塘额头上都布满了汗水。陈塘刚准备伸手擦拭，旁边一只白皙的玉手伸过来，一方带着芳香的手帕。陈塘转身一看，居然是穆雨桐递过来的。陈塘迟疑了一下，接过帕子在脸上擦了一番，重新还给穆雨桐。谢谢。病床上，老爷子似乎感受到了痛苦，身体轻微的扭动起来，旁边仪器上的脉搏也开始加剧，陡然升高了50%，血压都快到200吗？仪器都在嘟嘟报警。穆天红心脏一阵抽动。陈先生，王院长也是一脸紧张的转头看着陈塘，血压达到这么高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啊。陈塘淡淡摆摆手道，不用紧张，这是正常现象，可能要持续1分钟，不会对老爷子造成什么伤害。陈塘的眼神朝老爷子肌肤上看去，而此时老爷子肌肤下的经脉似乎开始强行扭动起来。众人顺着陈塘的目光看去，震惊地发现从老爷子的脖子上、肚皮上、大腿上，无数的上百的黑色斑点居然开始在缓慢地移动。5分钟后，所有的黑色斑点似乎全部都完成了转移，老爷全身的那种黑色的斑点都已经消失，全部都聚集到了穆老爷子的一双手掌上，手背手心全都是那种黑色斑点聚集之后，穆老爷子双手已经变得通体一片漆黑，肿胀起来像是2个黢黑的馒头一样。而最关键的是，在老爷子双手肌肤下，穆雨桐和穆天红、王成几乎都能肉眼看到，肌肤被撑得锃亮，下面有虫子在蠕动。王成和穆天红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眼神中闪过一抹震惊，
陈塘兄弟老爷肌肤下，这些全都是蛊虫。陈塘点点头，是的，这个下蛊之人太歹毒了。本来这是一种苗疆蛊术中的禁忌，借尸养蛊，利用宿主的精血才滋养蛊虫。当宿主的精血被吞噬干净的时候，也就是宿主死亡的时候。话语顿了顿，陈塘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，继续道，这种蛊虫名为嗜血蛊，本身构造非常简单，几乎是透明的，现代的仪器怕是根本检查不出来。陈塘一番解释，王成心中不由感叹一声，原来如此嘛。穆老爷子之前在医院里的时候，医院可是用了各种方法来做 X 透光拍片扫描，但在这些黑斑中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东西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穆天红眼神中闪烁着惊喜，都大半年了，老爷子的病症终于有救了吗？陈塘从旁边的盘子里拿出手术刀，对王成道，王院长，麻烦您将盆端过来，注意肌肤不要接触到老爷子的手。王成点点头，小心翼翼地将盆子放在老爷子的双手之下。陈塘没有任何犹豫，手里的手术刀飞速在老爷子左右，双手的中指上切开了一道口子，一刹那间，噗噗噗，老爷子裂开的伤口处，一个个漆黑的米粒大小的虫子，像是珍珠一样不停地朝外翻涌，落入到高浓度的盐水中，还在剧烈挣扎。穆天红和穆雨桐看到眼前的情况，不用吓得后退了2步，眨眼间的功夫，穆老爷子的双手便消肿了大半，肌肤有些褶皱的贴在手背上，而王成所端着的盆子里已经聚集了半盆那种黢黑的小虫子，一边蠕动，一边还发出一种怪异的声音，让人瘆得慌。王成作为人民医院的院长，虽然见过了各种奇特的症状，但看到眼前这些嗜血蛊，脸色也有些不安。几十秒之后，老爷子伤口中似乎不再有嗜血蛊素爬出来，穆雨桐和穆天红等人暗暗松了一口气。然而下一刻，陈塘的动作却让穆雨桐勃然大怒。陈塘见虫子不再爬出来了，居然走到老爷子病床前，二话不说，扬手啪啪几耳光，狠狠抽在子木老爷子的脸上。你干什么？为什么打我爷爷？穆雨桐娇嗔一声，似乎便打算上前对陈塘动手。旁边的穆天红虽然也好奇，但毕竟年纪大些，还是要稳重得多，连忙伸手一把拉住穆雨桐。雨桐，不要打扰陈先生。陈塘接连几巴掌抽完之后，这才转头淡然地看着穆雨桐道，别误会，我只是在治病罢了。陈塘话音落下，众人肉眼可见地看到，从穆老爷子的脖颈上，好几个黑色嗜血蛊顺着老爷子的肌肤下，飞速朝着穆老爷子的伤口涌动而去。所以说，穆老爷子体内的嗜血蛊居然还没排出干净。穆一桐感觉脸上有些发烫，原来是自己误解了他。只是这混蛋治病的方法也太奇葩了吧！从脸上、胸口、小腹、大腿，表面上，陈塘几乎是将老爷子全身都扇了一遍耳光，但实际上陈塘没一耳光下去，都暗自释放了暗劲的。这是鬼谷一门的特殊暗劲，这种暗劲进入老爷子的体内有2种作用，一种可以帮老爷子疏通经脉、温养血脉，而另外一种就是将残留在老爷子体内的嗜血蛊全部清除。5分钟后，随着老爷子伤口处最后一只嗜血蛊涌动出来，陈塘长长的舒坦了一口气，伸手飞速将老爷子身上的银针拔出来。好了，老爷子应该没什么大碍了，再开几副固本培元的中药，老爷子至少可以多活20年。过2天我有时间了，再帮老爷子扎几针，就彻底没问题了。陈塘将银针放在旁边的盘子里，对王成道伤口就麻烦王院长处理一下。王成点点头道，没问题。这一次将鬼谷13针全部施展出来，对内劲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。陈塘感觉走路都有些发飘。穆天红在旁边满脸感激地呵斥了穆雨桐一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
赶紧扶陈先生坐下休息。穆雨桐眼神中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，爷爷就这样被救好了？自己刚才可是放言谁救好爷爷就嫁给谁，难道自己真的要嫁给这个家伙？不过也好，至少对方不是糟老头子。穆雨桐伸手过来打算扶住陈塘的时候，陈塘对穆雨桐摆摆手，不用啦，让你哥哥把所有人都带进来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对老爷子下黑手的人应该就在这些人中间。陈塘如此挑明了说。穆天红和穆雨桐两人都是脸色大变。陈先生，你有办法找出这个内奸？陈塘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。当然，这些嗜血蛊不适合远程控制，而若是要远程控制的话，必然要有一个子母蛊的中继站，也就是说在老爷子身边要安排一个第二代母蛊的宿主，利用它来传递信息，从而控制老爷子体内的嗜血蛊。虽然陈塘解释的尽量通俗易懂，但穆天红和穆雨桐还是有些发懵。另外，让人准备1公斤硫磺粉过来，等会儿就等着看好戏就是了。陈塘一脸淡然地吩咐着。穆雨桐和穆天红等人完全不知道陈塘脑袋里究竟卖了什么药，但既然陈塘这么吩咐，他们就照做就是了。穆雨桐推开房门出去了。穆天红看了一眼床上的穆老爷子，迟疑了一下，开口道：陈先生，我父亲怎么还没苏醒？陈塘微微一笑：穆先生您去叫一声，说不定老爷子就醒了。穆天红有些将信将疑地走过去，轻声叫唤了一句：爸。床上的老爷子嘴里应了一声，身体开始动弹了2下，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眼神朝周围一扫，顿时想要坐起来。擦，老子这是睡了多久？麻蛋，我怎么感觉脸蛋有些火辣辣的？是不是你们谁扇了我耳光？小心老子一枪崩了你！在旁边刚刚给老爷子将伤口缝合好的王成听到老爷子的话，连忙后退了2步，眼神有些怪异的在穆老爷子和陈塘身上来回看了几眼，心中暗道：老爷子，你感觉是对的，的确有人扇了你耳光，不过这家伙马上要成你孙女婿了，你敢崩了他？穆老爷子久病卧床，虽然苏醒了，但其实上身体还是很虚弱的，一下子坐起来比较急躁，差点摔倒。穆天红连忙上前一把扶住穆老爷子：爸，您别激动，没有的事儿，谁敢扇您耳光啊？陈先生刚才在给您治病，是他刚才施展银针救了您啊，您先躺下。刚才陈塘的确扇了老爷子耳光，但为了父亲身体着想，穆天红也只能睁着眼睛说瞎话。穆老爷子喘了口气，看了自己手上的伤口，还有地上那一盆子失血蛊，最后目光落在陈塘身上。小伙子，谢谢你救了老头子一命啊，这些虫子都是从我身上弄出来的？穆老爷子满脸震惊，一脸诧异地询问道。陈塘点点头：正是，老爷子您大病初愈，先躺下吧，后面事情我们会处理，不过您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准备什么准备？穆老爷子还有些疑惑。而房门再次打开，穆飞宇和穆雨桐带着大群人闪身进入房间。程兄，爷爷身边所有人都在这里，还有你要的硫磺粉也拿来了。说话的同时，穆飞宇将一大袋硫磺粉递给陈塘，同时反手将房门关上，安慰着爷爷身边的保镖和那些医生道：大家别紧张，陈先生只是随便询问大家几句话罢了。穆飞宇亲自堵在房门口，而穆雨桐和穆天红两人暗中互为犄角，恰好护卫在老爷子床前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陈塘身上，等待着陈塘的下一步行动。陈塘不慌不满地将硫磺粉袋子打开，用手指蘸了一点粉末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点点头，自顾自地道：很正宗。穆飞宇带进来的那些人此时都呈现扇形在房间里排开，6、7个迷彩服青年站得笔直，还有几个护工，4、5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，还有2对中年夫妇，是穆雨桐的2叔和3叔2家人。众人都表现得很自然，眼神中更还有几分疑惑好奇，装的倒是很像。陈塘冷哼一声：这是嗜血蛊，
也是借尸养蛊的方式。那么中继站第2代母骨肯定是存在的。陈塘站起来，将旁边盘子里的手术刀拿起来，哐当一声丢在地上。哼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硬着头皮不承认？很好，手术刀就在这里，既然你敢对老爷子下蛊，那为什么不敢直接拿刀子上来啊？穆雨桐站在床边，看见陈塘的动作，嘴角不由动了动，想要开口，却最终硬生生忍住了。穆飞宇在门口，眼皮不由跳动了2下，敲山震虎。陈塘这是打算炸他们，可是房间里的这些人依旧表现得非常淡定，所有人没有露出任何端倪。陈塘一颗心再次凝重了几分。三师傅主要教授陈塘人性和心理。三师傅说过，一般没经过特别训练的人是经受不住强大的心理压迫的，能承受住2重压力就不错了。刚才让穆飞宇将这些人召集起来，还拿出硫磺粉，这已经算是1重压力。因为众人都知道硫磺是所有虫子的克星，一旦陈塘将硫磺粉撒入到那些嗜血蛊中去之后，作为第2代母蛊肯定会疼痛的吐血。陈塘给的第2重压力就是主动出击，丢出手术刀，言语、心理、气势上再次压迫。在这样的高压下，若是一个普通人，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，绝对会露出马脚。而现在这批人依旧没有反应，那就只有2种可能。第一，陈塘判断错了，这些人中间没有所谓的内奸，但陈塘却不太相信这种可能性。关于借尸养蛊和嗜血蛊，大师傅可是亲自示范的，不可能存在错误。第2种可能性，那就是这个中继站母蛊宿主心理素质太强了，太善于隐藏了，很显然是受过专业训练。而若是这样，那就说明对穆老爷子下蛊，这可不是表面看上到的这么简单，这正是陈塘所担心的。呵呵，拼死不承认，好，非要逼我出绝招是吧？陈塘眼神闪过一抹冷酷，伸手将手里的硫磺粉袋子倒过来，一大袋子硫磺粉全部朝着盆子里倒去，扑哧扑哧，顿时那半盆盐水中像是生石灰倒进水里一样，翻起了一阵剧烈的泡沫，整个盆子里的水都开始沸腾了，空气中都弥漫起了一股血腥的味道。嗜血蛊在硫磺粉强大的腐蚀力下，迅速被腐蚀，化作一盆血水。穆雨桐、穆天红等人的眼神都被盆子里现象所吸引，而陈塘的眼神却来回在众人身上扫荡。嗜血蛊被腐蚀死亡的瞬间，陈塘终于看出了破绽。靠近窗子边上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头，大概50岁，嘴里突然扑哧一声吐出一口鲜血。虽然老头竭力想要用手掌挡住，却根本来不及。而最关键的是，从老头的嘴里还有4、5只黑色的虫子滴落出来，模样正是之前的嗜血蛊，只不过个头要大一些罢了。原来是你，快抓住他！陈塘刚才施展鬼谷13针消耗了太多的内劲，此时才回去了2、3成的体力。虽然陈塘的战力比普通人还是要高不少，但动作还是慢了些。等陈塘朝那个白大褂医生冲过去的时候，那老头已经半条腿跨到了窗子外面，转头对着陈塘狠狠一笑：王八蛋，你居然坏我们的好事，哈哈！不过你阻止不了我们的这次，没杀死那老东西，后面还有其他人。在床上躺着的穆老爷子看到这个白大褂老头，眼神中闪过一抹浓浓的震惊，还有几分痛心。白医生，是你？你怎么？这个老头名叫白展峰，是穆老爷子的随行医生，跟着老爷子都20年了，平时帮忙照顾穆老爷子的身体，算是生活秘书，也算是半个老友。穆老爷子终于明白陈塘之前说让他做好准备是什么意思了，就是做好心理准备的意思吗？背叛自己的一般都是自己身边亲近的人，白展峰根本没回应穆老爷子的话，在床边纵身一跃，朝着从8楼的窗口跳了下去。我操！穆飞宇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厉，急匆匆地和穆雨桐冲到床边。陈塘、穆雨桐、穆飞宇3人站在窗口，
朝下面一看，再次火冒三丈。原本以为这个白斩风跳楼是打算自杀，但此时才发现，原来在窗子侧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楼上垂落下来了一根绳索，上面还有滑轮，绳索的另外一段恰好连接在医院围墙之外。白斩风从窗口跳出去的瞬间，抓住了绳索上的滑轮，不到5秒便已经滑落到了围墙之外。在围墙之外，一辆没有拍照的面包车早就准备好了。白斩风钻进面包车里的时候，还对窗口的陈塘和穆飞宇、穆雨桐几人竖起了中指，一脸嘲讽鄙视的样子。靠，该死的！穆飞宇一拳砸在窗台上，几乎是对着房间里自己的保镖咆哮道：马上通知兄弟们，给我找！封锁云城，将云城掘地3尺，也要找到白斩风。穆飞宇当真是气坏了。在整个西南地区，穆家因为有穆老爷子坐镇，穆飞宇以省城花都为中心，朝周边扩散，隐约掌握着西南8省的大部分话语权。而就这样一个太子爷般的存在，居然让鹰啄了眼。看着白斩风消失的踪迹，陈塘脑袋稍微思考了一下，看来还是自己大意了。之前让穆飞宇控制众人，应该就引起了白斩风的注意，所以就提前通知了同伴，安排了这一出瞒天过海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对穆老爷子下手的这些人，肯定和苗疆古教脱离不了干系。陈塘本身身中七情绝骨，当年大师傅还带着陈塘闯过一趟古教的，只可惜就算在古教也没找到解除七情绝骨的方法。但大师傅也说了，陈塘所中的七情绝骨也与古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穆家这次似乎惹上了大麻烦啊！陈塘和穆飞宇、穆雨桐3人从窗口转身过来，穆飞宇朝父亲和二叔、爷爷等人解释了一句，这混蛋在旁边准备的绳索跑了。床上的老爷子长叹一口气，麻蛋，气死老子了！老子待他如兄弟，他居然……算了，虽然老爷子身边出现了这么一个叛徒，让人很不舒服，但最重要的是老爷子苏醒，而且恢复了正常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穆老爷子的病症解决了，陈塘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。老爷子，穆家主，飞宇兄，老爷子没事了，那我就先撤了。王院长，另外那边，我朋友的奶奶还等着安排手术，我们走吧。王成连忙点点头，对，可不能耽搁了。王成现在看陈塘的眼神就像是看亲爹一样。陈塘这一次可是帮医院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！虽然不是医院出力救好老爷子的，但这件事传出去，对云城人民医院肯定是非常有好处的。两人抬步刚准备离开病房房门，穆天红却连忙一把抓住了陈塘的手腕。陈塘兄弟，请留步，你这次可是帮了我们穆家大忙啊！我们穆家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以后陈塘兄弟有任何需要，穆家绝对赴汤蹈火。穆老爷子就是穆家的灵魂支柱，只要穆老爷子还在，穆家就完全可以完成布局和权力交接。表面上陈塘只是救了穆老爷子，但实际上相当于挽救了穆氏家族。陈塘兄弟这卡里是2000万，小小心意，还请陈塘兄弟收下。若是不够，我让飞宇再朝里面赚一点。穆天红从身上掏出一张银行卡塞到陈塘手里，言辞恳切，倒不是装出来的。陈塘一愣，2000万？呵呵，陈氏家族嫡系少爷是差钱的人吗？轻轻将卡片推回去，陈塘微微一笑，穆家主，我不差钱，若是穆家主真的想帮忙，我倒是……陈塘迟疑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打算将消息泄露一点给穆氏家族。七情绝骨的母骨宿主身上都会有一个莲花花瓣的图案，类似胎记。之前陈氏家族得到的消息就说第2种母骨宿主就在云城，而下面的那个周伯通老头更是说了10分钟之内遇到的女孩身上会有线索。刚才10分钟准时遇到的女孩正是穆雨桐，或许突破口真的就在穆雨桐身上。陈塘一边说话一边朝穆雨桐身上扫了一眼，
但穆雨桐却误解了陈塘的意思，以为陈塘是要说之前他的承诺。不等陈塘叫话说完，穆雨桐快步上前，伸手一把拉住陈塘的手腕，迅速朝门外走去。陈塘，跟我走。本小姐之前说的话依旧算数。穆雨桐的劲道不小，就这样硬生生将陈塘拽了出去。房间里，穆天红、穆飞宇还有二叔、三叔、穆老爷子等人都是一脸发懵。王院长，这什么情况？躺在病床上的穆老爷子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王成微微一笑，恭敬地对老爷子道：穆老爷子，刚才雨桐小姐在外面可是对着我们一帮老头子承诺了，说是谁能治好他爷爷她就嫁给谁，所以我想他们是去兑现承诺了吧。王成话语落下，整个房间里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诡异。所以说穆雨桐这是打算对陈塘以身相许。穆天红和父亲穆老爷子相互对视了一眼，脸上浮现一抹苦涩。穆雨桐母亲死得早，所以从小就是由爷爷带着在军营长大，性格彪悍而且极度倔强，一旦认定的事情8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既然穆雨桐承诺了，怕是这事儿改变不了了，似乎也不错嘛。陈塘那小子我看也不是池中之物。穆老爷子沉吟了片刻，最后开口道：飞宇，抽空去查查陈塘的底细。王院长长叹一口气，摆摆手道：穆老爷子不用查了，陈塘在云城还算是名人，他可是林氏家族的上门女婿林初雪的老公啊。这事就复杂了，穆氏家族的千金去抢林初雪的老公，这不合适。岸边房间里再次陷入沉默，而在外面的走廊上，穆雨桐拽着陈塘一路快步朝电梯那边走去。陈塘在半途终于找机会停顿了下来。雨桐小姐，你这么急匆匆的拉我出来要去哪里？穆雨桐脸上闪过一抹羞红，去开房。本小姐说话算法以身相许，绝不反悔。不等陈塘反驳，穆雨桐继续霸气补充道：不准退货，